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爸爸车祸去世后，妈妈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。当她打算再婚的时候，我也非常支持她的决定。可爷爷看到继父的照片时，竟然激动地晕了过去。而妈妈也为我揭开了尘封了多年的一个故事。我叫张雅茹，今年14岁。现在正在读初中2年级，这个年纪的同龄人们可能都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我之前其实也一样，每一天都在爸爸妈妈的细心照料下快乐地成长着。但是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我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残缺了。疼爱我的爸爸竟然因为一次意外的车祸去世了。我不想听那些叔叔阿姨安慰我的话，也不想知道爸爸是为了在车轮下救出一个女孩。我只想要爸爸回来。我刚刚考的100分还没来得及拿给他看，他曾经答应我，如果考了100分，要带我去游乐场玩的。他说话一点都不算数。虽然屋子里来了很多人，还有人送来了锦旗，但是这些都与我无关。我就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床上，任凭泪水打湿了衣衫。好不容易把慰问的领导送走，妈妈走过来抱住了我。我们母女2人就这样相拥在一起哭了好久。我觉得那天流出的泪水比我14年来流的都多。爸爸的葬礼结束之后，爷爷和奶奶就离开这里回了老家。临走之前，他们曾经问过妈妈，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回老家那边生活。他们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是帮忙照看一下我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妈妈婉言谢绝了爷爷奶奶的建议，她说要给我最好的教育，会努力抚养我长大。我曾经担心过妈妈，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毕竟我知道妈妈有多爱爸爸。不过不久之后，妈妈就在我的面前露出了笑脸，可我知道她只是故作坚强，想让我也快点走出这个阴影。因为我曾经见到过她躲在卫生间偷偷哭泣的样子，我也不想让妈妈担心。为了转移情绪，就把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。就这样，我们渐渐地开始适应了没有爸爸的生活。在爸爸去世之前，妈妈并没有上班，每天就是在家做家务和照顾我的学习。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家里的积蓄并不多，爸爸去世得到的抚恤金和见义勇为奖金，妈妈并不打算动用。她跟我说，这是爸爸留给我的最后的财产，要等我长大后做我的嫁妆，也算是爸爸参加了我的婚礼。所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上班的妈妈托人找了一份工作，是在一家商场里卖男装。虽然妈妈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但是她还年轻，稍微打扮一下依然很漂亮。第1天上班的时候，我看着眼前的妈妈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妈妈，你可真漂亮，以后你都这样打扮好不好啊？我故意逗妈妈开心。妈妈捏了捏我的脸蛋，笑着说，你这个小可爱，妈妈听你的。从那时起，家里又有了经济来源，我也适应了每天独自上学放学的日子。经历了这些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好像突然长大了好多，不再是一个只知道玩耍的孩子了。日子过得很快，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我已经完成了中考，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。暑假的一天，妈妈没在家，我正坐在椅子上，冲着爸爸的遗像汇报我的好成绩，还骄傲地把我的录取通知书举到照片前。我觉得爸爸一定能够看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妈妈回来了，我跑过去迎接她，却看到她的身后跟着一个陌生的叔叔。这就是小茹吧？你好啊，小茹。那个叔叔热情地冲着我打招呼，我却并没有回应他，而是疑惑地看向了妈妈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
看着妈妈和这个陌生叔叔亲密的举动，我心中已经有了猜测，但是我一时间无法接受。我的心中，爸爸的位置早就已经被牢牢占据了。我的反应似乎在他们两个人的意料之内，所以他们对视了一下之后，那个叔叔就转身离开了。妈妈拉着我坐到了沙发上，跟我讲起了他和那个叔叔的故事。按照妈妈的说法，那个叔叔叫郑博文，是到他那里买衣服之后认识的。郑叔叔似乎对他一见钟情，已经追求了他1年多的时间。但是一开始的时候，妈妈跟我一样无法放下爸爸，所以不断地拒绝着他的表白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妈妈也终于被郑叔叔的执着所感动了。她觉得应该给我一个更完整的家。我沉默了许久。我知道妈妈有权利再找一个人结婚，这是她的自由。妈妈也是考虑到了我的感受，所以才耐心地跟我讲了他们的故事，想让我能慢慢接受郑叔叔。我当然想要妈妈幸福，所以我最终表示了对他们的祝福。我可以试着接受这位郑叔叔。妈妈开心地抱起我，转了2圈，还在我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妈妈这么开心了。从那以后，郑叔叔就经常来家里看我。他的经济条件很好，每次都给我带好多礼物，有我喜欢的衣服、玩具和零食，也有我讨厌的3年高考7年模拟试卷。到现在我还记得自己郁闷地看着那厚厚的试卷时，郑叔叔脸上开心的笑容。也正是这种感觉，让我们的距离拉近了。我从他的身上再次找到了久违的爸爸的感觉。半年之后，妈妈和郑叔叔结婚了。其实对于妈妈再婚这件事情，我的爷爷和奶奶还是有点意见的。在老一辈人的眼里，他们觉得妈妈既然嫁了进来，在爸爸去世之后，就应该好好守着这个家，抚养孩子长大，以后为他们养老送终。但是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讲了郑叔叔对我很好，听到我开心的言语，他们也就不再坚持了。毕竟我能够幸福快乐，在爷爷奶奶的心里是最重要的事情了。妈妈和郑爸爸结婚之后，我跟随妈妈一起搬到了郑爸爸的大房子里，而我也是在他们婚礼那天才知道，在郑爸爸家我还有一个妹妹，妹妹叫郑婷婷，比我小4岁，还在上小学。我曾经在故事里看到过，继父一般都会对继女比较不好，会偏向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但是在郑爸爸的身上，我却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我感觉他似乎对我比对婷婷妹妹更好一点。有的时候他回家会给我带礼物，而婷婷却没有。甚至很多时候在家吃饭的时候，都是先问我想吃什么，然后才是妹妹。对此我非常不解，但是婷婷却似乎早已经习以为常了，对郑爸爸的偏心一点也不介意。渐渐的，我也适应了这种偏爱，开始觉得心安理得起来。但是我也会格外照顾妹妹，这是我身为姐姐应该做的事情。我觉得现在的家庭好极了，妈妈和郑爸爸非常恩爱，总是动不动的就在我们面前秀恩爱。而妹妹也很听我的话，也很聪明。每次我给她讲题的时候，几乎都是一次就明白了。也许爸爸还在的话，我们也会这样幸福吧。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天堂里的爸爸。高1的暑假，妈妈神秘兮兮地拉着我来到卧室，然后跟我商量了一件事情。原来她想利用假期和郑爸爸2个人出去旅个游，算是补过一下蜜月，想要拜托我照顾婷婷几天。我当然没有什么意见，正好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家看爷爷奶奶了，就跟妈妈说想要带着妹妹一起回老家。妈妈跟郑爸爸商量之后也同意了。郑爸爸还给我转了很多钱，让我回了老家
给爷爷奶奶发个大红包，还让我帮他说声抱歉，因为他还一直没有去看望过2位老人。结婚的时候，二老也没有出席，他和妈妈旅游回来就会去老家接我们姐妹俩，顺便看望一下他们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，表示一定转达到位，还像个大人一样地嘱咐他们路上注意安全，可以没事再给我和婷婷生个弟弟啥的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妈妈就过来想要掐我的脸，我笑着跑开了。婷婷妹妹从来都没有去过乡下，所以听说我要带她去乡下玩，也开心极了。我不顾她的反对，把所有的暑假作业都给她装到了行李箱里，然后妈妈和郑爸爸就送我们上了回老家的客车。等到我们下车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到前来接我俩的爷爷奶奶。我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跟他们特别亲，而妈妈再婚之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爷爷奶奶了。看着他们用明显苍老了许多的面容，我不由得鼻子发酸，跑过去扑进了他们的怀里。到家以后，安顿好我和妹妹的行李，爷爷奶奶开始拉着我的手，对我嘘寒问暖，关心着我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受到欺负。宝贝孙女呀，你跟爷爷说实话，那个后爸爸对你好不好啊？别怕，有爷爷给你撑腰。还没等我回答，奶奶在一旁说话了：哎呀，你个死老头子，是不是糊涂了？你看孙女现在穿的衣服多漂亮，身体也棒棒的，肯定过得挺好的。这个时候，一直躲在我身后的妹妹突然说话了：我爸爸对雅茹姐可好了，比对我这个亲生的女儿还好哦。爸爸跟我说过原因，不过我可答应爸爸了，不会告诉你们的。说完，妹妹就跑出去逗外面的鸭子玩去了，丢下了愣在那里满脸疑惑的我们3个。过了一会，还是我打破了这个奇怪的局面，拿出了手机给爷爷奶奶看里面的照片。奶奶说的对，我过得挺好的。前段时间郑爸爸还带着我们去游乐园玩呢，你看这里有我们那时候拍的照片。郑爸爸还说过几天来看望你们呢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当爷爷看到照片上的那个男人的时候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。爷爷用手指着照片上的郑爸爸，声音颤抖地问我：你说的郑爸爸就是他？我疑惑地看向了爷爷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没想到爷爷面容抽搐了几下，竟然突然晕了过去。我和奶奶顿时慌了手脚，我连忙给妈妈打去电话，然后按照妈妈的嘱咐打电话叫了救护车过来。经过医生的诊断，爷爷就是因为平时血压高，一时情绪波动太大导致的昏厥。因为就诊比较及时，爷爷的问题不大，留在医院观察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听了医生的话，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了地。但是爷爷昏迷之前的奇怪表现还是让我非常疑惑。看来事情的真相还要等到爷爷康复之后再问了，可不能再刺激到他了。这时，妈妈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，后面跟着同样紧张兮兮的郑爸爸。我连忙把事情的详细经过说给了他们2个听，特别着重说了爷爷那个反常的表现。听我说完之后，2个人对视了一眼，然后点了点头，似乎做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。然后妈妈把我拉出了病房，来到了一个角落，跟我讲述了一个故事。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里，有3个从小玩到大的小伙伴，一个小女孩，2个小男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3个人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。2个男孩都很喜欢那个女孩，而那个女孩更喜欢男孩小郑。其实女孩和小郑已经偷偷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一直瞒着男孩小张，怕影响到3个人之间的感情。但蒙在鼓里的小张
某一天，忽然鼓起勇气向女孩表白了。女孩犹豫了很久，终于把她已经和小郑在一起的事情告诉了小张。小张当时生气极了，找到小郑狠狠打了一架。两家的父母各自偏心自己的孩子，也因此有了很深的矛盾。后来，女孩和小郑打算结婚，可是女孩的父母却非常反对这门亲事。他们觉得小郑家里实在是太穷了，连一点彩礼也都拿不出来，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女儿，还冲着上门提亲的小郑父母破口大骂。小郑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，见到父母受了侮辱，哪肯作罢，冲动地跟女孩的父母吵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女孩和小郑的婚事彻底没希望了。小郑也跟着父母离开了村子，去外面打工了。但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。小郑走了不久，女孩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，这肯定是小郑的孩子啊！但是女孩心里依然爱着小郑，打算偷偷离家出走，去外面找小郑。这件事情她不能跟父母说，只好去找小张商量。小张却极力地劝阻了女孩，说父母毕竟把她养育这么大，而且就她这么一个孩子，如果她走了，父母该怎么办？女孩犹豫了，她同样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她不知如何是好了。而小张趁机再次跟女孩表白，说他不在意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他爱的是女孩，可以拿他的孩子当作亲生的一样对待。这次女孩终于心动了，最后选择了嫁给小张。妈妈的故事讲完了，我明白她就是那个女孩，爸爸是那个小张，而郑爸爸是那个小郑，也就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我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一言不发地沉默了好久。难怪爷爷看到郑爸爸的照片会这么激动，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辛苦照看了一辈子的白菜，最后还是被那头该死的猪拱了一样。其实我们并不想这么早告诉你这个真相的，但是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好机会。爷爷和奶奶并不知道这个事情，所以妈妈希望你还是要把他们当成你的亲爷爷和奶奶，他们也是打从心里对你好的。听了妈妈的话，我来到病房门口，看着床上昏睡中的爷爷和在一旁握着爷爷的手的奶奶，就像妈妈说的，他们还是我的亲爷爷和奶奶，虽然没有了血缘，但是这份真挚的感情还在。这时，我发现爷爷的手动了一下，连忙走进了病房。爷爷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见到我和奶奶之后，继续四下张望着。这时，妈妈和跟在他身后的郑爸爸也走了进来。看到两个人之后，爷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。后记：从那以后，爸爸妈妈经常带着我和妹妹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。我们4个虽然跟爷爷奶奶都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们都把他们当成真正的亲人一样对待。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们都汇聚在爷爷奶奶家。那个时候，我就会有一种感觉，这也是一个十分美满的家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。